齐元老道正色道：修道最是忌心念不畅，你起来坐下，为师陪你饮酒一二，你将心底郁结对为师说出来就是。你放心，为师必定为你保守秘密，不会告与第三人知晓。前面的云上顿时有几只小巧的耳朵竖了起来。齐元老道还用自己有些浑浊的仙力在周围布置了一层仙力结界，一本正经地拉着自己大弟子入座。李长寿与师父坐而饮酒，最开始呢，还是他编造一些修行上的不如意，但是渐渐的话语就引到了陈年往事上。等师父有些微醉了，情绪也酝酿够了，李长寿突然传声道：师父，蒯斯道人死于雷劫大阵，弟子杀的。齐元老道先是一愣，等回过味来，顿时双手一颤，瞪着李长寿：长寿，你乱说什么？这事可不能乱说。当真是你做的？李长寿面色凝重，继续传声：弟子成仙劫后曾有飞升，实力不弱于真仙境，在门内大比之前，利用指人之法跟踪蒯斯道人，去了北距卢州的边界，用了一些手段将他灭杀在了荒山中，神魂俱灭，不留半分痕迹。师父，您不必担心，没有人能够查到弟子身上。齐元老道压低声音传声道：纸包不住火，做了就是做了，怎么还查不到你身上？此事为师替你顶了。切记，你与蒯斯之死无关，都是为师做的。师父，重点不是这个。蒯斯道人之事，若有人问到咱们小琼峰，弟子也有解决之法，师父安心就是。当真？自然当真，弟子不会拿咱们师徒三人的性命玩笑。齐元忧心道：为师算是已经废了，你跟灵娥万万不能出差错。你咋这么糊涂，平时的胆小怕事呢？弟子这个是稳重啊。那个师父，李长寿清了清嗓子，斟酌了几下言语，几次开口，几次沉吟，也不知道后面的事该如何言说。他能舌战莲花，忽悠大能高手，也能够口吐芬芳，兑现远古老灵。但是到了这般时刻，李长寿委实不知道该如何处置，怕师父受刺激，又怕师父道心震颤，咯儿的一声就抽过去了。给师父备一个暖心炉？罢鸟，事已至此，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不行的话呢，稍后就把师父的修为全给封了，等师父心境平静下来，再慢慢给师父解开。当下，李长寿在袖中拿出一面铜镜，他虽然还没有修云镜之术，却可以借指道人之法。指道人所见即他所见，将自己心底所见投射到铜镜上，对于他而言也并非是什么难事。李长寿拿着镜子看了一阵，就将镜子递给了齐元老道。镜中生云月，朦胧显妙境。却见镜中有一位少女在花园走过，提着一把短剑，到了墙角树荫下，轻轻地摆了几个姿势，仔细思量着。她面容娇美，13、14岁已经是出落的亭亭玉立，因此前被种下仙种，不染尘世污浊，此时更是由内而外的散发着灵动秀美之感。一旁有侍女送来茶水，这少女拿起茶壶，对着嘴儿就喝了2口，随后就在那儿细细的推演剑招，颇为入神。初看铜镜中的少女第一眼，齐元老道就是浑身轻颤，
看那少女的第二眼，齐元老道已经是皱眉瞪眼，禁不住站起身来，恨不得将头钻到铜镜当中去。李长寿笑道：师傅，再有几个时辰咱们就到了此处，也就能直接见到他了，将他收入渡仙门门下了。真的？齐元老道颤声道了句，随后便是老泪纵横，一时之间怅然若失，又面露恍然。弟子怎敢用此事骗您呢？李长寿笑着说了句。齐元轻轻叹了一口气，将铜镜端在手中，细细的打量，仔细的观察，目光逐渐的就流露出了几分慈爱之感。慈爱？李长寿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稳妥起见，还是问了一句：师傅，您明白了？你都如此明显了，我如何还不明白？齐元老道叹了一口气，将铜镜端在手中，笑出了人间的沧桑，百般苦涩，喃喃道：师姐，这也是你安排的吗？李长寿禁不住头一歪，啥玩意儿？齐元继续喃喃道：放心吧，师姐，我定会全力教导他，让他成为跟长寿一般的仙才。师姐，你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我齐元一定会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把她与长寿、灵娥一般对待。前面的云上，江灵儿和九九一时间没有忍住，噗嗤两声就笑了出来。李长寿叹道：嗨，师傅，这个就是晚江与师伯的转世身。齐元老道一愣，而李长寿迅速将晚江与遇难投胎转世之事详细的与师父传声说了一遍。一时之间，齐元老道是又哭又笑，又是对着自己打了几记耳光，最后抱着铜镜泣不成声。这些反应倒也是都在预料之中，还好师父没有寻死觅活，吵着自己也要去转世投胎再来一遭，最麻烦的这关也总算是过了。两朵白云继续朝着南赡部洲飞去，齐元这次精神明显是有些亢奋，在云上来来回回奔走，一刻都停不下来。江灵儿一声令下，命齐元把自己整得年轻一些。齐元老道答应一声，也是不知道该如何下手。笑闹一二，玩笑三四，有金仙富贵上人领着，不多时，南州已然在望。也正此时，李长寿的心底没来由的一震，神念跳动，心血来潮，似乎是有事在自己的海神庙中发生。李长寿略微思量，这次倒是没有急着降临神念过去。前些时日刚骂走了燃灯道人，西方教应该是见软的不行，要给自己来一点硬的。李长寿对西方教采取的策略其实早有计算，但是西方教具体会出什么牌，采取什么措施，这个倒是无法预测，只能够见招拆招。神念降临在安水城，李长寿也是眼前一亮。海神庙前，12道身影在大街上站着，浑身散发着凶煞气息，32条手臂提着各类的兵刃。最先4道身影各自生有4臂，身着血色战甲，一看就不好招惹。其后的8道身影都是2条胳膊2条腿，与人族体型无异。这些不速之客有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浑身散发着血气凶气；第二，男的面容凶恶，身形魁梧；女的面容俏丽美貌，身段高挑，双瞳多为异色；第三，自身气息波动相当于真仙天仙境炼气士，实力参差不齐，但是自身的道运却颇为一致，似乎是同享一条与杀戮有关的大道。他们是修罗，血海残存的修罗族。
也已经被西方教给收服了吗？这些修罗不必说话，已经是将凡人们惊得双腿发软，不断的奔逃。对方给了凡人逃命的机会，显然也是不想沾染杀凡人的业障。海神教一群神使正要冲出去，李长寿立刻暗中传声，让这些神使即刻退走，顺便招呼南海边缘的真龙护法们前来助阵。地下指道人库开启，其内飞出了一只纸人。数十里外的南海海滨传来了阵阵龙吟之声，然而几道血色身影自南海现身，朝龙吟之地猛扑了过去。在海神庙前的那12名修罗，有一人手中银白色长刀向前挥砍，一记10丈高的璀璨刀芒绽放，将海神庙的大门直接劈碎，在地面留下了一条深深的沟壑。又有一名女修罗用一些古怪的语调大声地喊着：苏邪路是啊！哼！就听一声冷哼，一道身影在海神庙的正殿中走出，须发全白，身形清瘦，原本和蔼的面容上满是怒意，正是李长寿的老神仙皮指道人。而当这具指道人踏出前殿的同时，地下已经是有数十只指道人就位，半数准备好了微型阵法，半数准备好了毒粉毒丹。迈入金仙境之后，李长寿的实力有了全面的飞跃，同时能够控制的指道人数量也小小的增加了几倍。嘿嘿嘿嘿。轮回有6道，修罗占其一，又称之为魔道。修罗一族本是血海之主冥河老祖造化。当年冥河老祖效仿女娲造人，以大法力造就了修罗一族，想借此成圣。只可惜天道当时并未认可。冥河老祖造化修罗道之事，就变成了自己给自己捏一堆陪玩。顺带一提，冥河老祖造化的最强的一批修罗，除却4大首领、4大修罗将，就是72位修罗公主。而且修罗族是出了名的男的凶恶，女的貌美。这种事儿也不能细品。且说今日打上海神教的12名修罗族人，修为其实并不算太高。一名女修罗喊了那一句出来受死，李长寿就自殿内而来，一甩拂尘，身形傲然而立。暗中一缕缕毒粉已经在地面钻出，无色无味，静静地缠绕在这12名修罗的身周。因为不知道修罗族抗药性如何，李长寿特意加重了几倍的药量。而且稳妥起见，李长寿考虑到修罗族生活于血海之中，本身或许就已经万毒不侵了。36支微型杀阵已是在随时激发的状态。因为李长寿自身度过了金仙劫，这些毒粉毒丹甚至这一批指道人都已经是淘汰品，此时用再多也不会心疼。什么热血对战、险死还生，对于李长寿而言基本不太可能发生。不上头是他的服务理念，敌强我跑，敌弱我扬是他的服务宗旨。坚持用最直接的真理解决敌人，并附赠一剑扬灰殡葬服务，更是他一贯的生活态度。像什么死于话多、怜香惜玉、大声喊出自己的招式名等等等等，在他这儿都不太可能出现。所以呢，这12名修罗刚刚踏过海神庙大门的废墟，后面稍弱的8名修罗动作整齐划一，朝着前方无力地扑倒。那4名生有4臂的修罗族也只来得及扭头看一眼同伴，就吧唧躺在地上了。地面立刻钻出了4名身强力壮的纸人壮汉，要将这些半死不死的尸身聚集在一起，迅速消灭。突然间，李长寿的眉头一跳，低头看向了那之前被刀芒劈开的地面裂痕。4只纸人壮汉立刻朝着角落退去，这裂痕下方出现了乾坤波动，显然是有高手在暗中施法，打开了挪移门户。这高手是谁呢？李长寿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金蝉子。他在东海大战时暗中清楚地看到金蝉子颇善乾坤道术，
可以直接在海底划开乾坤遁入虚空，但是此时直接点出西方教是颇不明智的。李长寿的心境依然是十分淡定，立刻对着退到庙外的神使们下令疏散凡人，哪怕此地大庙毁了，只要不增业障，对于自己来说也不算是损失。裂缝之中传来一阵锁链摩擦岩石的噪声，大地开始震颤，4道浑身缠绕着漆黑锁链的雄壮身影缓缓从裂缝底部飞出，就像是从大地之中爬出的妖魔。这是4只8臂修罗，各自的气息都堪比人族金仙境初期炼气师。不仅如此，天空中出现了16处血色漩涡，漩涡之中飞出了一道道身穿战甲的修罗族男女，修为自天仙到真仙不等。李长寿定睛一瞧，哎呀，果然是男凶女美。这不重要，只是转瞬之间，海神庙空中已经站了数百道血色环绕的身影，那16处血色漩涡正在缓缓旋转，李长寿的目光却一直紧盯着那4名8臂修罗。李长寿淡然道：修罗一族就不怕被贫道日后清算吗？一名银发8臂目中满是死寂，依然用不太流利的洪荒通用语低声道：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海神，借你性命一用。话音落下，空中泛起了一束束血色光亮，那是上千把兵刃在汇聚修罗之力，一股股气机锁定在了殿前的老神仙上，他们都是摸得感情的杀戮行者。此身生于杀戮，凝聚血海之力，断铸修罗之身，今日要屠灭海神，让修罗族重拾。且慢！李长寿突然开口大喝，浑身上下燃起了火焰，身体瞬间被3昧真炎吞噬，转眼成灰烬。